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频道。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区块链钱包的视频，那这一期视频我们继续介绍区块链钱包，希望大家能够将两个视频结合在一起观看。这一期是上一期视频的一个查漏补缺。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这一期视频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钱包和账户的概念，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两个网站，网站详细介绍了怎么安装电脑钱包和手机钱包。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两个最大的区块链项目，比特币和以太网，他们的数字签名的异同。紧接着我们会介绍交易手续费，为什么以太坊网络里面的交易手续费这么昂贵，原因在哪儿？再接下来就是钱包的分类，什么是全节点钱包，什么是轻钱包，还有交易以及钱包的安全性如何保证。相信大家看完我们的这两期视频之后，应该会对区块链钱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钱包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装钱的包，区块链钱包就是用来装区块链资产的。这个概念本身不是很难理解，这里我不仅希望大家把它当做一个钱包来看，我希望大家把钱包当成区块链行业的一个入口。毕竟所有的 Web3 行业的应用都需要使用钱包来作为登录信息，钱包对于我们来说可谓非常重要。那么这一课我们带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区块链钱包里面的一些概念。首先就是钱包和账户，钱包和账户不是一对一绑定的关系，一个账户可以在多个钱包中使用，同时在钱包里面我们可以拥有多个账户，比如小狐狸钱包，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不同链上的账户，从而拥有多个账户。每个区块链项目都会有一种货币属性的专属通证 token， 也叫代币。一个区块链公链上的不同去中心化应用 DApp 可以共用同一个钱包，比如以太坊的所有 DApp 都可以使用小狐狸钱包 MetaMask 和 Trust Wallet， 甚至所有使用 ERC20 协议的项目都可以使用。那在我们上一个钱包视频中，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硬件钱包和手机钱包和浏览器钱包，不知道的可以去回顾我们之前的视频。硬件钱包因为采用了分离签名和传输的功能，所以又称为离线钱包。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被网络上的黑客给攻击，但是一些硬件钱包的代码没有开源，同时也没有通过硬件安全认证，这大大增加了开发方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在选择硬件钱包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尽量选择时间长、浅无黑历史的项目方。那么电脑钱包的安装和手机钱包的安装，这边我会分享两个链接在我们的评论区以及我们的 description 中，大家有兴趣的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自己安装一下。然后我们前一期视频其实也做过一个小狐狸钱包的安装，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字签名和多重签名。数字签名它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防止被别人篡改而诞生的一种加密算法。比如举个例子，我需要给观众朋友们发起一笔转账，那要保证观众朋友收到的是我发出去的那一笔，这个时候我就得提供一个身份证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数字签名。这个机制在加密货币的交易中至关重要。我们今天就用这幅图带着大家去理解一下什么是数字签名。前面说到，我想给观众转一笔账，或者说是一串字符串或者数字，那这里面我们假设是 Hello Kitty，运用非对称的加密算法，我得先拿到观众朋友的公钥，并对数据进行加密并生成密文。这里的密文只有观众朋友自己的私钥可以解开，再对数据本身或者摘要进行 hash 加密，再通过我自己的私钥对 hash 值进行加密生成数字签名。第一步生成的密文和刚刚生成的签名一并发送给到观众朋友。对于密文的观众朋友可以使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得到字符串 Hello Kitty， 再进行哈希变换得到一串数字。对于我发送的签名，观众朋友需要用我的公钥来解密，然后得到的哈希值需要和密文的哈希对比，如果两个哈希值一样，即说明此次的交易安全。观众朋友收到的就是我传出去的，没有被人篡改过。如果结果不相同，则说明在传递过程中已被别人篡改。多重签名被大量的应用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网络中。比特币的多重签名指的是需要总共 n 个私钥中的 m 个，
这其中 m 是小于等于 n 的，共同签署一个比特币转账，这笔交易才可能发生。多重签名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地址里的数字加密货币的交易，需要多个私钥通过约定好的合约授权。多重签名经常被用在多个人或者机构来共同管理的数字资产的场景。以太坊的多重签名机制和比特币的机制相接近，但是智能合约在其中就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规定几个私钥共同签署就可以转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合约，大家约定好的事情，所以部署一个智能合约能够更好的运行多重签名。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交易手续费。使用过数字货币进行交易的朋友一定都很痛恨的一点就是需要交易手续费，无论什么网络，交易手续费都不可避免，区别只是有多有少罢了。这边还是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为例，其实两者区别还是蛮大的。如果网络不拥堵，比特币交易的手续费很低，而且长时间没有什么变化，每笔转账的手续费差别都很小。但是以太坊情况就复杂得多，自然也贵得多，这也是以太坊网络的一个痛点。以太坊有外部账户和合约账户两种，外部账户之间点对点的转账就和比特币一样，但是合约账户因为需要部署和调用智能合约，这种情况的手续费就要贵得多。毕竟带宽的消耗、存储的消耗、计算的消耗，这些都是资源的消耗。合约账户不仅考虑记录的数据量，还得考虑消耗了多少资源。下面我们再带大家理解一下以太坊网络的 gas 燃料和交易手续费。gas 这个词其实非常的形象，汽油或者瓦斯，可以形象的比喻以太坊交易手续费的交易模式。我们把以太坊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当我们发送 token 执行合约转移以太币的时候，计算机在计算这笔交易需要消耗网络资源。与比特币网络不同的是，无论你的交易是否成功，你都需要为此支付燃料费，因为只要有请求就会消耗资源。另外一个不同的是，支付方所付的费用是通过计算的，计算方式也是十分的简单。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计算公式，就是所付的费用是等于 gas used 乘以一个 gas price。gas used 就是我们用了多少 gas，gas price 则是 gas 的单价。那么举一个例子，还是我想给观众朋友们转账1个以太，那 gas used 就是燃料单位，我们一般设置为21000，一般不会超过这个限值。然后 gas price 在伦敦升级之后是10个 gigawatt， 那么这一笔交易中总共花费的手续费就为21000乘上10等于21万 gigawatt。21万 gigawatt 相当于是 0.00021 个以太币，这里的 gigawatt 是以太坊中最小的一个单位，换算比率大概是1个以太坊等于10的9次方 gigawatt。 下面我会分享个链接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这里面详细介绍了 gas 燃料还有交易手续费的一些计算过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最后呢，还有钱包的储存方式、特色以及钱包的安全性。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钱包的种类，根据数据的存储方式分为了全节点钱包、轻钱包和分层确定钱包。关于每个钱包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过，欢迎大家回顾我们之前的视频。那么本期视频就录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订阅与点赞，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